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第13集，也就是房车使用5年后再谈房车。那么今天说说什么呢？今天说说房车大床啊。那么先说结论，房车大床基本上都是瞎扯淡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别着急啊，也别杠啊，我先说理由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能够在房车市场上看到的主流的房车啊，我说的主流，也就是说90%以上的，甚至95%以上的，他们宣传的大床，一般来讲都在1.4米以内啊，偶尔会有这个1.5米的啊，甚至更大的，但是很少见啊。能够超过1.5米的，我说的是这个宽度啊，不是说那个长度。咱们今天主要说是宽度。能够超过1.5米的这种房车上的大床，一般多见于额头床啊。那么，为什么我说房车大床是瞎扯淡呢？因为这几年以来啊，我看见这些 C 型车也好 ，B 型车也好，厂家所宣传的、所配的这种大床啊，也就所谓的双人大床，一般厂家都会说啊，这个床可以轻松睡下2个大人，没有问题啊。的确是没有问题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的这个火车，一般来讲那个普通的卧铺车啊，可能就60或者65啊，1.2米按道理就能睡2个大人了，对吧？没错啊，是可以轻松睡下啊，但是能睡下和睡好是两回事。那么在这5年当中，我所看到的啊，夫妻两口子一起出去玩的啊，或者说是情侣一起出去玩的，很多啊，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上了一定岁数的，基本上都是分开睡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它是 C 型车啊，那么其中可能就是女同志啊，男同志谦让一点，让女同志睡在固定床啊，也就是下面的固定床。那么男同志呢就勤快一点，爬到额头床上去睡啊，分开去睡啊。如果两口子想做一点爱做的事情，我估计做完以后也是分开睡的啊。这个我看的太多了啊，很少说是一整宿在一个床上睡的啊，这是事实啊，你不服不行的啊。好，这是 C 型车，我们再来说这个 B 型车。那么 B 型车就相对来说更惨一点啊。如果 B 型车给你配的是一个大床，如果说是那种你像50这种车啊，它可能能做到1.5米啊，因为它空间大嘛啊，它那个车的鼻子短嘛。那么1.5米就真的很舒服了吗？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做个实验啊。如果说你想买房车，或者说你现在已经在做草图设计了啊，很简单，你就找一块地方啊，画上一个1.9米或者2米乘以1.5米的这么一个空间，这么一个格子，然后呢，你围着这个格子呢，再放上一些挡头啊，比如说放上一些箱子挡上，就营造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空间，然后你和你的爱人一起躺下，你看看你们两个能不能够睡得舒服。因为我们知道哈，我们正常人睡觉嘛，经常会喜欢翻来覆去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喜欢各种姿势睡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么有时候你的手啊，你的腿啊，就会伸出床沿，对不对？但是房车上是不允许的，对不对？房车上旁边都是箱子啊、柜子啊，还有车门呐，或者说是车的后尾箱啊，它给你顶死了，你动不了，你的手伸不出去，你的腿伸不过来，这就很痛苦了啊。如果睡一个人啊，1.2米的床或者1.3米的床或者1.4米的床，甚至1.5米的床，如果睡一个人 ，OK 没关系，什么姿势都可以，那睡得很舒服。但是想睡舒服2个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你要不信，你就做个试验啊。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
房车出行的2个人都是分开睡的，整宿都是分开睡的啊，并不是想象当中在一起睡，大不了就是母亲带着孩子或者父亲带着孩子睡下面的大床，另外一个人再睡另外一个床啊，是这样分开睡的。那么至于说那些空间更小的 B 型车就更惨了啊！你像我在这个九宫山上面啊，那个温州的老两口跟我一起做邻居，他的那个大姐就经常抱怨，就是说那个后面的那个横床啊，所谓的双人大床，根本就不舒服啊，所以他一直在问有没有可能再改装一下，做一个吊床啊，坐在卡座的上面，因为他还不想每天折腾那个卡座啊，这是咱们以后的一个话题了啊。卡座变床真的是很不爽的，所以他想在那个卡座上面再做一个吊床，单人吊床他自己睡，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2个人挤在那个床上是不舒服的啊。尽管他们家那个床好像是1.3米还是1.4米啊，应该是1.3米或1.4米这个样啊，1.5米达不到的。这就是事实啊，事实。所以说你去挑选房车，或者说你去看这个房车展啊，那些销售人员跟你说啊，我这可以轻松睡2个人啊，什么那都是瞎扯淡啊，记住了，瞎扯淡。那么有的朋友会说，那额头床怎么办呢？额头床很大呀，啊，额头床甚至能够做到有的车甚至能做到1.8米啊，1.8米的宽，2米的长，对吧？对，这个的确，但是额头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它并不是整个额头都很高啊，睡在里面的人很可能就没法坐直，可能外面的人都很难坐直啊，因为有的车的额头床很矮啊，它的额头很矮，你是坐不直的。有的人说坐不直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就睡个觉，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经常会在睡觉之前你还想看个手机，或者看看书啊，或者说你就简单的休闲一下，并不是说躺上去你就不动了啊，而且有时候你还想换衣服啊，所以说额头床的额头还是尽可能的人性化一点，高一点啊。那么现在有的厂子呢能做那种升降顶的额头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可取的啊，因为这样睡得还是舒服一些啊。尽管如此吧，一般来讲啊，就算你有额头床，2口子也愿意分开睡，这是我看见的普遍现象啊，就是女的睡下面，男的睡上面额头啊，不愿意挤。再加上有的夫妻呢，大家都彼此都很熟悉，知道了啊，什么磨牙的呀，打呼噜的呀，对吧？就不说什么放屁什么什么打嗝了啊，咱这个咱们就不说了。所以说你不要天真的以为啊，这个1.2米就是很理想的大床了啊，1.3米也不是，1.4米也不是，哪怕1.5米，同样也不是啊。刚才我说的那个，你做个实验你就明白了啊，因为你的手啊，你的腿你没法舒展开，没法放在你的外面来，因为外面就是橱柜挡着你了，外面就是卫生间的隔板挡着你了啊。现实很残酷啊，但这就是现实啊。所谓的房车大床，至少目前这个阶段啊，就是瞎扯淡啊。OK，一家之言啊，你要不服呢，可以自己去多体验体验啊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